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台北的梅雨季开始了，今天下雨，没办法出游，那我就来 Tony 开讲好了。我最近开始在探访台北城内的历史古迹，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台北城内街道的历史演变。大家可能常会听到一些台北城内的旧街名，例如府台街、府前街、府中街、府后街，或者会听到一些很日式的街名，例如金町通、本町通、表町通、大河町通。这些街道之间有什么关系？它们又位于现在的哪一条街道呢？由于以前网络资讯比较有限，所以我对这些旧街道常常感到不飒飒，也是弄了很久才搞清楚。我今天就简单的开讲，来介绍一下台北城内的一些旧街道。台北城的兴建源于清光绪元年台北建府，因此展开兴建台北府城的规划。经过数年时间，台北城终于在光绪10年完工。当时台北城内仅一小区块为政府机关用地，其余大部分的土地都还是稻田及原野。往后10年之间，台湾建省，除了台北府衙门、台湾巡抚衙门及台湾布政使司衙门，也都设于台北城内。于是台北城成为台湾的政治中心。这是1895年日本政府绘制的台北城地图。当时台湾总督府大致沿用清代的政府机构作为办公室，台湾总督府就设于原台湾布政使司衙门，总督办公室就在布政使司衙门后方的钦差行台。这是1900年台北城内都市计划平面图，当时将台北城内划分为13个街，分别是府台街、北门街、府前街、府中街、府后街、新北门街、西门街、小南门街、书院街、文武街、石房街、南门街、东门街。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，当时日本政府是以清代台北城原有地标作为划分街道区域的参考，例如清代原巡抚衙门、台北府厅舍、城门、灯营书院、文庙、武庙等，都成为街名命名的由来。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，这13个街的街，并不是指特定的街道，而是行政区域。例如我们说溪口街、板桥街、中立街、士林街，这指的是行政区域，而不是一条街的街名。这是当时台北城内街区与现今道路的对照图。这是1903年绘制的台北全图。从地图可以看到，原本较空旷的台北城内东门、南门附近多了许多建筑，主要是政府机构及官舍，例如第一代总督官邸、总督府官舍、法院、测候所、第一代台北医院。这是1911年最新台北市街鸟目全图。从地图看得出来，经过16年的经营，这时候台北城内的土地大多已经开发，已经少有闲置的土地了。这是1922年的町名改正，日本政府将原有的街改为日式的町名。当时台北城内划分为9个町，分别是大河町、金町、本町、表町、龙町、明石町、乃木町、书院町、文武町。台北城的城外则有北门町、西门町、南门町、东门町等町。町的街区又分为几个町目，例如金町又分为1町目、2町目、3町目、4町目。当时台北城内商业区集中于西门、北门这个区域，包括大河町、金町、本町、表町、龙町，而军公教区域则在东门、南门这个区域，包括明石町、乃木町、书院町、文武町。每个町的主要街道就以町名为名称，例如金町的主要街道就称为金町通，本町的主要街道就称为本町通。当时台北城内商业区主要5个町的街道名称，我们要特别记起来。
分别是大额町通，是现在的延平南路；金町通、博爱路；本町通、重庆南路；表町通、馆前路；龙町通、衡阳路。其中龙町通与本町通交界处是台北市最繁华的区域，被誉为台北银座。后来金町街道改筑后，也变为繁荣，而被称为台北新银座。1945年，日本战败投降，国民政府接收台湾，台北的街道名称去町化，改以中国各省城市来命名，原有城市记忆遭到抹去。不过这也是人之常情，台湾400年代的历史也是如此。例如1624年，荷兰人登陆大员，兴建城堡，命名为热兰遮城，命名就是源自荷兰的泽兰省。1662年，郑成功取得热兰遮城，改名为安平镇，命名则是源自泉州故乡安平。后来的日本政府及国民政府也不例外，命名的逻辑与心情都相同。所以台湾的历史记忆总是随着改朝换代而不断的被重新 reset。不过这其中也有例外，例如统治台湾时间最久的大清帝国，当初接收台湾的时候就没有随便更改地名，设置了台湾、凤山、诸罗3县，都是台湾原有的地名。康熙台湾舆图上面满满都是台湾原住民社名。为什么大清帝国能够有这样的心态呢？我想可能的原因是大清帝国对台湾的态度就像张惠妹唱过的一首歌，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。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，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。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